他竟然逆生长。鱼龙的惊人蜕变曝光，命运的重启键，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遇。35岁的鱼龙曾是个被生活压平的男人，早9晚5，习惯性加班，生活像一成不变的灰色画面。朋友圈几乎停更，笑容越来越少，镜子里的自己像个被掏空的机器人。直到他在一个老朋友的生日聚会上遇见了杨咩咩，他是全场最耀眼的存在，不是靠打扮，而是那种眼里有光的状态。他笑得坦荡，语速飞快却句句真实，让人无法忽视。鱼龙并没有立刻爱上他，但那天之后，他开始怀念他说话的节奏，想起他笑时皱起的鼻子，甚至连他说的"你这人怎么这么丧啊"都开始觉得可爱。不是一见钟情，却像命运在耳边轻声说该醒了。恋爱是彩色滤镜，它像光照进他的人生。恋爱的开始像是一束光照进旧屋。鱼龙原本生活中没有期待，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疲倦让他几乎忘记了快乐的模样。而杨咩咩的出现就像一个打破灰色的调色盘，他不仅带他看世界，更重要的是他让他重新看见自己。每一次展览，每一次夜跑，看似是在体验新鲜事物，实则是在给他的内心打开窗户。他不评价他过去的状态，只不断地用行动告诉他你值得更好。他笑的时候像不怕风雨的人，让他开始怀疑，或许自己也可以不是那个只会低头走路的男人。他第一次对自己说，我也想像他那样有光。爱情不是拯救，而是共振。它是引路灯，不是指南针，但它的出现足以照亮他脚下那条被忽略的自我之路。婚姻之后，鱼龙的逆生长，婚姻并没有磨掉他，反而让他如反向生长般活出了第二春。这不是魔法，而是心态的变化。他开始主动承担家务，不再是那个回家就倒头大睡的人。他享受给妻子做饭的过程，因为那是他传递爱的方式。他开始运动，是因为他想有更好的状态陪他旅行，一起变老。这些改变看似表面，其实源自内在的觉醒。他终于明白，生活不是忍耐，而是经营。爱让他有了想活得更好的理由。他对青春的理解也变了，不是脸上没有皱纹，而是每一天都想更靠近他，更靠近那个值得被爱的自己。这份青春不靠时间倒流，而是靠心跳加速。他不再是那个被动接受生活安排的男人，而是开始主动设计生活节奏的人。这就是成熟后的重生。爱不是控制，而是引燃。那场争吵是他们关系的拐点。杨咩咩不是在责怪他没接电话，他是在表达一种被忽视的情绪。他不想成为生活附属品，他想要被共同对待。而鱼龙也第一次真正理解，再多的努力，如果不能分享和共建，只是单方面的苦撑。他们都没有试图改变对方，而是在冲突中理解了关系的平衡。爱情不是谁牺牲谁迁就，而是共同进退。他说我想和你一起变好，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，他不是拉着他跑的人，而是一直并肩奔跑的那个人。那一刻，他的成长不是因为被指责，而是因为被理解。他愿意为了这份爱去调整节奏，去沟通，去体贴，因为他早就为他默默做了那么多。真正的爱，是在彼此的软肋里种下温柔的力量。被爱治愈的男人，鱼龙的37岁。37岁，对很多人来说是中年危机的代名词，但对鱼龙而言，这是他青春归来的起点。他没有重返校园，也没有换个发型装年轻，而是从眼神到行为，从思维到情绪，都焕然一新。他开始主动发起聚会，开始在深夜阅读哲学、文学书籍，甚至开始给老朋友写明信片。他的改变不是为了取悦他人，而是出自内心的平静与喜悦。他说，杨咩咩不是他生命中的拯救者，而是那个触发器，他帮他找回了那个曾被岁月掩埋的热情少年。当一个男人愿意改变自己，不是因为怕失去，而是因为真心想配得上被深爱的资格时，那份力量是任何外在刺激都无法比拟的。唉，真的能让人重启。杨咩咩背后的温柔魔法。人们总看到鱼龙的蜕变，却常常忽略那个默默在背后施魔法的杨咩咩。他不是完美的，他也曾在争吵后独自哭泣，在深夜反思是不是自己太控制欲强。
他学心理学不是为了当专家，而是为了能更温柔地走进鱼龙的世界，了解他沉默背后的焦虑与自责。他不再咄咄逼人，而是学会在他加班回家后递上一杯热牛奶，说：“今天太累了吧，先休息一下。”他曾经像一团火，如今他学会做光，不灼人，却足够温暖。真正的爱不是改变你，而是愿意先改变自己，为对方创造一个可以安心成长的空间。这份成长是双向的，是彼此成就的，不是一个人牺牲，另一个人享受，而是一起变得更强大、更柔软、更完整。留给每个观众的问题：你也想变好吗？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动容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想变得更好的渴望。可惜在现实中，我们常常因疲惫而放弃，因失望而麻木，甚至忘了自己曾有梦想。而鱼龙的故事提醒我们，你不是变不了，只是你还没遇见那个让你甘愿改变的人。或许是一个爱人，也可能是一句温柔的鼓励，一段奇妙的经历。你可能就是别人的羊咩咩，也可能还在等自己的鱼龙。请别着急，人生真正的奇迹，往往不是突然暴富或名利双收，而是当你开始愿意认真生活，愿意拥抱改变。请相信，那份想变得更好的心意，终有一天会被某个人看见、回应、珍惜。那时候，你不只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了那份美好，重新点亮内心的火。分享你的故事吧。如果你也被这个故事打动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心中那个改变你的人的名字。你是否相信爱情可以让人逆生长？你是否见过那个因爱重生的人？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真实故事，请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会继续为你带来更多触动人心的内容，点亮生活的光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愿你也能遇见那个让你愿意变得更好的人。